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被骂玩不起，周深被骂作弊，跑男节目组彻底被打脸。只要说到好看的综艺节目，跑男一直都是大家绕不过的一个话题。自从有了这档综艺开始，观众就疯狂追到不停。一个撕名牌游戏可以说是大杀四方，一时之间，这档节目瞬间就成为了当下的顶流综艺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不知不觉之间，节目已经播出到第11季了。作为一档综艺节目来说，这绝对算是一个相当值得骄傲的成绩了。试问，有多少综艺敢说自己能做10季呢？更别说10季都能做到行业内领先。跑男真的是用自己的实力告诉同行综艺应该怎么做。相信大家也看到了，跟跑男同期的很多档综艺都已经彻底变味了，甚至有些都早已停播了。即便是现在的跑男，常驻嘉宾也已经换了好几茬了。自从邓超、陈赫、鹿晗离开之后，先后换了好几次嘉宾，很难有能够稳定下来的。当然，这就是跑男的成功之处，就算是换人，李晨、郑恺、Angelababy 3位元老一直都在坐镇。对于观众来说，只要看到熟悉的面孔，那就好像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。如果真有一天连李晨、郑恺、Angelababy 3位也换人了，那节目怕是也就走到尽头了吧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有3位坐镇，这档综艺就永远不会垮。在这几季的常驻 MC 变换之中，有几位还是给观众留下过好印象的。比如已经被观众完全认可了的沙溢，自从加入到现在就给节目创造出无数个笑点。比如因为高情商出名的郭麒麟，虽然最终没能留下来，但他给观众的记忆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还有这一季因为工作原因缺席的蔡徐坤，虽说偶像包袱有点重，但是那种可爱帅气和运动细胞真的很圈粉。当然，不得不说的还有这2季新加入的周深和白鹿，这2位真的是观众强烈推荐的常驻 MC， 一次飞行就让大家无法自拔，实在是搞笑。相比沙溢来说，周深和白鹿的搞笑属于那种非常自然的东西，属于骨子里自带的那种东西。好比大家经常会说东北人天生自带搞笑细胞一样，周深和白鹿就是那种天生好笑的人。周深和白鹿不需要去抖包袱，他们也不会抖包袱，他们只需要做到真实就足够了。周深和白鹿2位都是表情大师，每次遇到开心的、不开心的、惊吓的等等各种游戏，他俩都能做出各种让人爆笑的表情。一般来说，周深就是张大嘴巴尖叫，那个表情简直是让观众看一次笑一次。白鹿则是那个张大嘴巴没有任何偶像包袱的大笑，真的是太感染人了。说句老实话，白鹿那个呲出大牙花的笑容真的很不淑女，让很多剧粉的滤镜碎一地。不过综艺粉是真喜欢那种没有任何包袱的真实，让人看得很开心。有了白鹿这种人之后，即便是游戏没那么搞笑，加上他的笑容之后，都会笑点翻倍。咱就这么说吧，白鹿简直就是跑男的笑点放大器。自从周深和白鹿加入到跑男这个大家庭之后，每期节目的笑点真的是增加了不少。随着节目一期期的录制，周深和白鹿2个人之间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会想到有一天周深和白鹿2位扛起笑点的常驻 MC 会被骂吗？毫不夸张地说，跑男谁被骂都不奇怪，但这2位的口碑还真不该被骂。然而，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，周深和白鹿2位还真的就被骂了。白鹿被骂玩不起，周深被骂作弊，跑男节目组彻底被打脸。第一，白鹿被骂玩不起。在本期节目中有一个记忆游戏，2组分别派出1个人出战。
根据节目组给出的词语画画，最后再抢答出节目组提出的问题。说实话，这个游戏还是比较新颖的，玩法简单却很有笑点。毕竟每个人的画画功底都是不一样的，尤其是在节目组念得非常快的时间里，作画就更难了。看着嘉宾们五花八门的画作，真的是要让人笑掉大牙了。在周深和白鹿两个人对战的过程中，没想到两人都被骂了。在前面的几次抢答中，白鹿都因为手慢而抢不到答题权。有几次白鹿以为自己肯定抢到了，便脱口而出说出答案，紧接着周深跟着说出答案。虽说周深每个题都会，但是看起来很像是捡漏。几次过后，白鹿真的是气得不得了，于是在导演还没有念题号的时候就抢答了。当时周深都直接表示说白鹿生气了。相信很多观众也看出来了，白鹿确实有点挂脸，弹幕区直接出现了各种白鹿玩不起的声音。除了自己玩的时候抢不到答题全挂脸之外，白鹿还在沙溢答题的时候帮忙抢答，以至于他又被骂作弊。一整个游戏玩下来之后，白鹿成了一个玩不起游戏还作弊的人。第二，周深被骂作弊。正常情况下，只要有骂声就会有支持声。当白鹿被骂之后，有些粉丝便开始为自家粉丝抱不平，紧接着便有了骂周深的声音。当然，这些观众也并不是乱说，而是有证据的。如果大家要是把抢答的过程放慢到 0.5 倍速去播放的话，就会发现端倪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周深的抢答动作，每次都是姚一天导演念了10位数题号还没有念个位数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按抢答键了。相比之下，白鹿每次都是等着姚一天把题号念完之后，他才会抢答。要是正常速度看的话，基本上是看不出周深这种抢答有什么问题的。但客观来说，这样玩确实是对白鹿不公平。周深每次都卡在10位数和个位数中间去抢答，这也难怪会有人骂他作弊了。第三，节目组彻底被打脸。只是一个游戏，周深和白鹿两位就统统被骂了，而且两波观众吵得不可开交。实话实说，这两波观众的说法都没有错，但是我觉得周深和白鹿两人挺冤的。周深和白鹿两个人只是在认真玩游戏而已，他们招谁惹谁了呢？要我说，这件事要怪就应该怪节目组，这件事可以说彻底打了节目组的脸。首先，抢答装置的设计有问题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当周深按完之后，白鹿按下抢答键同样会亮，这肯定是会让人误以为自己抢到的。其实这个装置应该设计成一个人抢了之后，另一人按了也不亮，这样的话就公平多了。毕竟肉眼去观察谁按的更快是会有误差的，一个人抢到另一个人就不能抢，这样会更加直观。其次，规则应该明确，在念完题号之后，应该说一个请抢答，再让双方去抢答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周深那种情况了。试想一下，按照周深那种玩法，在10位数和个位数中间抢答的话，念题的人是刹不住车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周深看似是钻了游戏的漏洞，但这并不是他的错，甚至可以说他根本就没有作弊的心。毕竟这个游戏玩的就是速度，只要抢到就可以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是在没念题号之前抢到且能答出来的话，那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最后，到底能不能帮忙？不管是队友帮忙答题，还是帮忙抢答，这些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则。如果要是允许的话，那两队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要是不允许的话，那一开始有人作弊的时候就应该站出来制止，而不是随便让不守规矩的人钻空子，让守规矩的人吃哑巴亏。归根结底，我觉得大家不要再骂周深和白鹿了，他俩都只是想要赢游戏而已，何错之有？要怪就怪节目组的游戏设计不严谨，大家觉得呢？